长期吸烟的人，若晨起后出现4个症状，或说明肺已经伤痕累累。小陈虽年纪没多大，但成天烟不离手，朋友都劝他戒烟，告诉他吸烟伤肺，但他却始终不当一回事儿。在他看来，自己吸了那么多年的烟，不仅能帮助缓解压力，而且肺部似乎一点感觉都没有，自己很可能天赋异禀。直到有一次公司组织体检，小陈这才意识到了吸烟的可怕。医生告诉他，长期吸烟的人早上起床如果出现4种症状，说明肺部已经遍体鳞伤，再不注意就有癌变可能。小陈仔细一想，发现医生所说的4种症状自己竟然全部都有，只不过平时根本就没引起重视。小陈顿时惊出一身冷汗，连忙发誓戒烟，否则可能命都要没了。那么医生所说的4种症状究竟是哪4种呢？作为一名吸烟人士，你有没有类似的症状呢？1. 香烟伤肺，4种症状。1. 身体乏力。现在生活节奏快，工作繁忙，压力大。如果工作之余感到乏力，很可能跟肺部没有关系，那是工作强度太大的表现。但如果在晚上睡一觉之后，早晨起来本该精神抖擞之际还感到乏力，便是肺部受损的征兆。肺是人体的呼吸器官，主要功能是将氧气输送至血液，血液再经血管将氧气运输到人体四肢百骸。氧气是生命之源，是保障人体精气神的基础。无论何种形式的肺损伤、肺气肿、支气管炎、肺部感染乃至新冠肺炎等等，都会因为缺乏氧气使人感到头晕乏力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一个人长期吸烟，经常在早晨感到身体乏力，也说明吸烟已经使肺部产生了损伤。2. 频繁咳嗽。咳嗽原本也是身体一大常见生理反应。当人们的呼吸道产生炎症，或者有异物堆叠时，肺内压会自主升高，伴随巨大的咳嗽声，异物会被咳出，呼吸道不适感会得到缓解。偶尔咳嗽用不着太过在意，但如果早晨起床咳嗽频繁，久咳不消，本身又吸烟成瘾，便很可能是吸烟对肺部产生了持久性损伤。人体把这种损伤当成了炎症，所以才久咳不止。3. 呼吸困难，胸口疼痛。肺部之所以能呼吸空气，是因为肺部采用了独特的负压结构。肺部需要时刻将负压保持在负 0.29 千帕到正 0.49 千帕之间。长期吸烟会使得肺部产生病损，病损会诱发肺部负压失衡。肺部很可能会形成各种细小孔隙，使得肺部不能完全压缩，形成开放式气胸。负压接近于0，这些病人会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。也有一些病人能够呼吸，但吸入空气之后，空气无法通过肺部支气管，全被病变肺部形成的半阻塞活瓣样拦截。大量空气聚集在胸腔，便会让人感到胸痛。以上全都是长期吸烟患者踩坑踩出来的真实经历。如果你感到呼吸困难和胸口疼痛，不要犹豫，抓紧时间前往医院就医，否则可能会危及到生命。4. 口干舌燥。吸烟常常被认为和口干存在直接联系，香烟烟雾进入肺部再从肺部离开，此过程会带走口腔水分，所以很多吸烟者会感到口干。但如果早晨起床一直口干，据说明口腔内腺体分泌功能受损，有可能表明香烟中有害成分已经诱发咽喉炎、肺炎等炎症，需谨慎对待。2. 及时戒烟，尚能回转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老烟民已经忍不住要问，要是出现以上4种症状，说明肺部受损。那如果肺部受损之后及时戒烟，肺部出现的损伤，再戒烟还能恢复吗？答案是既可以也不可以，要看具体的肺部损伤程度。此前已有一系列研究表明，吸烟者戒烟之后，大约72小时体内尼古丁和代谢物会被排出体外，在接下来的2周时间内，肺部粘液循环会逐渐恢复正常。最关键的是，只要不再吸烟，肺部细小的纤毛组织也会重新开始生长。纤毛在肺部内部起到的功能，主要是帮助打扫肺部，包括清除粘液等等，所以当纤毛重新长出之后，肺部恢复会加快。所以绝大多数吸烟者在戒烟之后，肺部损伤会逐步得到缓解并修复，肺部功能也会日趋完善，但也有少数例外。如果长期大量吸烟，导致肺部出现慢阻肺，即一种肺泡变薄、肺部丢失弹性，使人无法完成正常呼吸的疾病。此时如果切开胸腔观察，会发现患者肺部充盈如气球，
表面坑坑洼洼有许多大包。日常生活中看到的那些因常年吸烟而导致步履蹒跚、走路咳喘之人，很可能便是达到了慢阻肺境界。慢阻肺患者即便戒烟，受损的肺部也不太可能恢复到健康状态了。慢阻肺已尚且如此，更不要说在慢阻肺基础之上发展而成的肺癌。烟雾大量刺激，肺部不停受到细小损伤侵扰，细胞增殖分裂不断修复，时间一长难免出现基因出错，那么便会产生肺癌，肺癌也不能通过戒烟来恢复。由此可见，要戒烟得趁早，得在肺部没有达到慢肺阻程度之前完成戒烟，否则戒烟也不一定有想要的效果。说到戒烟，有的烟民不是没想过戒烟，他们在戒烟之后会产生焦虑，于是便认为戒烟反倒有副作用。实际上戒烟有没有副作用呢？当然有，目前公认的戒烟副作用只有一个，便是会让人变胖。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此前在 Nature 杂志上发表过一项关于小鼠戒烟的研究，研究表明肠道菌群代谢物会增加戒烟人群的营养吸收能力，说明戒烟会使人变胖。无独有偶，另一项由日本公共卫生中心发起的一项研究，也表明短期戒烟后戒烟人群体重会增加。但好消息是，伴随体重增加的同时，还减少了 30% 的心血管疾病风险。除了变胖这一副作用之外，目前人们还没有发现戒烟对人体有其他不良影响。至于焦虑，严格来说那是吸烟导致的，而不是戒烟导致。如果不戒烟，尼古丁一直对神经产生影响，焦虑感始终无法摆脱。只有戒烟才能彻底让身体焕然一新。所以还等什么呢？为了我们的肺部健康，吸烟人群赶紧戒烟吧。3. 戒烟之余，勿忘养肺。相当一部分人戒烟的目的是为了让肺部更健康。既然如此，大家在戒烟之余，也别忘了做好以下4件事，能对肺部健康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。即便不吸烟的人群也能做。1. 多喝水。水是生命之源，人体新陈代谢需要水的参与。充足的水分既能帮助湿润肺部，缓解肺部干涩，减少肺部压力，同时还能带走肺部脏东西，进一步预防肺部疾病产生。所以养肺需要多喝水。只是喝水有细微的讲究，不能喝太烫。有的人爱喝烫水，认为喝烫水爽，殊不知这是在给自己身体健康挖坑。每一口烫水下肚，口腔气管乃至肺部都有可能产生轻微烫伤，身体需要自发分裂细胞修复损伤。万一运气不好，细胞分裂出错，便有可能引发肺部癌症。2. 坚持运动。人体一切器官都讲究用进废退，大脑不用会越来越笨，肌肉不用会越来越虚弱，肺部如果不用，吸氧能力也会随之降低。所以为了使我们肺部功能得到增强，必须要坚持适当锻炼。经常锻炼之人，相比起不锻炼之人，肺活量会更大，肺功能会更强。无论走路还是跑步，都能比普通人坚持更长时间。这便是运动对肺部功能增强的直接表现。3. 保持心情愉悦。心情愉悦对肺不好，这可不是玄学。如果一个人长期心情压抑、焦虑或者不安，肺部呼吸会出现阻塞不畅等现象。而反之，心情愉悦，呼吸会更大，肺部氧气供应会更充足，长此以往能大大减少呼吸道、肺部疾病风险。4. 定期体检。无论喝水还是运动，又或者是心情愉悦，对肺部的养护都是以润物细无声方式进行的，不长期坚持很难看到效果。在漫长的养肺过程中，如何评价肺部功能上升还是降低？最好的方式便是定期体检。这就好比平时学数学和语文，怎样判断学得好不好，知识有没有得到积累，就必须得定期来一场考试。考试本身不是目的，重要的是能评判学习过程。如果考试结果很差，说明学错了方向，有必要进行调整，如果成绩很好，便再接再厉。同样的道理，定期体检能帮助人们判断养肺究竟有没有成功。肺部功能日趋变好，那喝水和运动继续保持，每天尽可能让自己开开心心。而如果肺部功能反而下降，就得反思自己哪里没做到位，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了。不知道如何调整的，最好咨询专业医师。结语：综上所述，长期吸烟之人如果早晨起床有乏力、咳嗽、胸闷痛、口干4大症状，
便很可能说明吸烟已经使得肺部受损。若不及时戒烟，等发展到慢肺阻乃至肺癌阶段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无论是否吸烟，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尽可能做到多喝水、保持运动、心情愉悦以及定期体检，对肺部健康有好处。